大灾难10条避难包准备秘诀，做错了比不做还惨。第1条是所有悲剧的开始。大灾难来临，你以为准备了应急包就万事大吉？错啊！一个准备错误的避难包，比什么都不准备还要惨。它会给你虚假的安全感，在关键时刻拖垮你，害死你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条避难包的终极准备秘诀，全是血泪教训，颠覆你的认知。第10条，重量超标，华而不实。一个理想的避难包，其重量不应超过你体重的20%至25%，超过这个重量会极大影响你的行动速度、耐力和灵活性，让你更容易疲劳和受伤。你塞进去的那些以防万一的重物，最终都会变成你路上的累赘，甚至会被你第一个扔掉。仔细审视包里的每一件物品，问自己，它是否必须？它是否有多种用途？是否有更轻的替代品？学会取舍是准备避难包的最高智慧。第9条，只买不用，缺乏实践与测试。你买了顶级的打火石，却从没在潮湿环境下试过生火；你备了滤水器，却不知道如何反向冲洗保养；你准备了多功能工具，却连一半的功能都没用过。在危机中，你没有时间去阅读说明书。一个你从未亲手使用和测试过的装备，等于一个未知的变量。定期至少每半年拿出你的应急包，去户外或在家里实际使用一下里面的关键装备，确保你熟悉它们，并且它们都处于良好状态。第8条，追求万能，忽视常用。准备了太多可能有用但几乎用不到的东西，却忽略了最高频、最基础的物品。比如，你可能带了一套复杂的撬锁工具，却没带一卷结实的管道胶带；你可能带了一把工兵铲，却没带几双干净、舒适的备用袜子。记住，80%的情况下，你需要的都是那20%最基础的装备。优先确保高频核心需求的物品，如水、火种、照明、保暖、基础急救、多功能刀，再根据负重能力酌情添加其他物品。第7条，一包定生死，缺乏多层次备份。你那个完美的72小时避难包，如果在撤离途中丢失、被盗，或者因为涉水而损坏了怎么办？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极其危险的。秘诀就是建立多层次、分散化的装备体系。第1层是你永不离身的每日携带，口袋里、钥匙扣上、随身小包里的物品，如小刀、打火机、手电筒、求生哨。第2层是放在办公室或车里的稍大一点的包，支撑你从公司走回家。第3层是我们熟知的72小时避难包。第4层是更大、更全面的长期生存装备永不回家包，即使只有前2层，也能让你拥有最基础的保障。第6条，忽略个人化与家庭需求。你家有婴儿吗？那奶粉、尿布、湿巾是必需品。有老人吗？他们的常用药、备用眼镜、易于消化的食物准备了吗？有宠物吗？他的食物和药品呢？你或家人有过敏史或特殊医疗需求吗？你的避难包必须是为你和你的家人量身定做的。在通用清单的基础上，建立一份属于你自己家庭的个性化的特殊需求清单，并将其纳入准备。第5条，只重硬件，忽略软件。许多人的避难包塞满了工具和物资，却唯独缺少了最重要的软件准备。这里的软件包括一份你所在区域经防水处理的纸质地图，你所有重要文件的副本，如身份证、护照、驾照、保险单、房产证等的复印件，或储存在防水加密 U 盘里的扫描件，一份手写的紧急联络人信息，包含电话、地址和预先约定的集合点，以及几张浓缩了关键知识，如急救步骤、绳结打法的防水求生卡片。在电子设备失灵时，这些纸质和离线的软件，其价值难以估量。第4条，缺乏技能，工具成废铁。你的避难包里可能有一整套专业的医疗用品，但你却不知道如何正确的清创和包扎。你可能有一卷功能强大的伞绳，却连最基本的趁人结都打不来。没有技能的加持，再好的工具也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死物。你包里的每一件物品，你都必须熟练掌握其使用方法，定期练习，把技能刻进你的肌肉记忆里。第3条，完全没有考虑人性。在长期压力、恐惧和无聊的环境下，心理健康和士气同样是生存的关键。你的避难包里除了刀和火，是否也为心准备了口粮？在包里留出一点点空间，放一些能给你带来心理慰藉的小物件，一张家人的照片，一本能让你平静的书，几块你最喜欢的巧克力或糖果，一副扑克牌或小棋盘，用于打发时间、进行社交，甚至只是一个对你有特殊意义的小饰品。这些东西看似无用，但在绝望时，
可能就是支撑你走下去的精神支柱。第二条，食物选择单一，只重热量。很多人觉得应急嘛，有压缩饼干和能量棒顶着就行了，短期可以，但如果持续数天甚至更久，这种单调乏味的饮食会带来几个问题：营养不均衡，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士气低落。每天吃同样的食物会严重影响情绪和求生欲，消化问题，某些高能量食品可能不易消化。因此，食物储备也应多样化。在避难包中，除了高能量食品，还应加入一些平时喜欢的、能带来慰藉的零食，如肉干、坚果、巧克力、糖果，以及不同口味的脱水餐或素食汤，甚至一小瓶自己喜欢的调味料，如盐、胡椒、辣椒粉，让吃饭成为一种享受而非任务，这对维持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第一名，一次性准备的思维陷阱。最致命的错误是将准备避难包视为一个可以打勾完成的一次性任务。这种静态准备的思维会让你产生致命的虚假安全感，因为真实的世界和你自己都是动态变化的。当你将包束之高阁时，里面的食物、药品和电池正在悄悄过期，装备的橡胶和塑料会老化，你的家庭成员、健康状况，甚至季节和周边环境都已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体能和技能也会退化，可能早已背不动那个包，或忘记了如何使用里面的工具。要破解这个陷阱，必须将你的避难包视为一个需要持续维护的活的生态系统。核心是建立定期检查与轮换制度，设定日历提醒，至少每半年将所有物品拿出体检，轮换掉即将过期的物资，测试所有装备，并根据季节和家庭需求进行调整。同时，持续学习并练习装备的使用方法。最好的测试就是偶尔背着它去徒步或露营，在真实环境中感受它的重量与实用性，从而做出最合理的优化。好了，今天讨论的这10条秘诀，哪一条最让你感到醍醐灌顶？你在准备避难包的过程中还踩过哪些坑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对避难包的准备有了全新的认识，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